等待了14个小时，我终于看到第一集各位选手的作品了。第一期的主题被大家猜到了，就是桃花源。这一大桌子充满咱们中国气质的乐高 MOC 作品，出现在我熟悉的乐高大师舞台上，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远远的就看到月宫站这艘船。大鲤鱼太有神韵了，这个瀑布真的是全场气质最佳，几乎每个作品都是超大尺寸。这个玉兔是我觉得最好看的，鱼在这里是可以运动的，可惜没看到机械打开是什么样。不过第一集已经播出了，我们深圳卫视正片里见。这是只有中国选手才能完成的题目。第二期的作品刚出炉就被我拍到了，题目是大家熟悉的另一半，切成一半的火锅，创造一场沸腾的团圆。老式缝纫机，这在过去可相当值钱。琵琶上飘舞的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线条做的扣人心弦。对于棋盘和行李箱中穿梭的战舰，溜冰鞋上的舞者翩翩仙仙，破笼而出的鸟在绿荫上盘旋，京剧窥帽，可惜没做完，成了昙花一现。今晚9点10分，深圳卫视第2集正片里见。这一下子给扫地大爷的眼泪都砸出来了，老观众都猜到这是乐高大师经典的败家子环节，以各种方式祸害乐高。拌饭又来现场探班了，正好赶上选手们搭建，为了砸出惊人的效果，选手们开始了仔细的计算砖块间的松紧力的方向，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神秘动作，可能这是大师们特殊的乐高技巧。后台的零件哗哗的用，提前心疼分零件的工作人员看到斯坦尼康大哥进场就知道要开始砸了，赶快趁现在进来给这些模型拍下遗照。因为是太空主题，这些模型都多少带点科幻风，砸起来视觉效果也很好。看着屋顶上大章鱼犀利的眼神，还有外星生物上被控制的人类。那边工作人员已经铺好了保龄球轨道，主持人一颗保龄球扔过来可以减压了。这还没结束，还有更简单粗暴的自由落体。这个飞船一被抬起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呼吸都变紧张了。今天我们是来片场看电影的，只不过是选手们用乐高搭建的电影。这次比赛12个小时，又是一场膀胱局。跟着摄像大哥的脚步，我们终于能看到各位导演的作品了。需要自己探索地图破案的绿宝石失踪案，精灵医生的魔幻故事，层层闯关的动作片，一场面向全宇宙的科幻直播，见老丈人却搞砸了喜剧片，外卖小哥听哭评委的爱情故事，还有这个童话仙子世界。这些的细节多到一个视频放不下，我也得去正片好好复习一下。今天的比赛只有9小时，现场的气氛都比以往更紧张。这一期听说选手们要搭建自己理想中的家居。2、1，比赛结束，每次都最先看成品的感觉太爽了。人和猫共用的可循环健身房，能够改变场景的智能淋浴房，具有全息投影的客厅，可以自动搭配衣服的按摩卧室，带有 VR 设备的智能派对空间，不用自己动手的全自动八爪鱼料理台。今晚9点10分，深圳卫视正片。你听过玩具艺术品这个词吗？这一期中国选手的表现确实值得艺术品这仨字儿。选手们一人抱走一个大画框，今天他们要搭建一幅以童年为主题的 3D 画。跟着摄影大哥屁股后面熬了12个小时，抬头就看到一个阳光大男孩，这活泼的颜色加上诡异的表情，属实给我看的后背一凉。一些猎文虎克观众应该发现了，这小丑手指头是用人仔头盔做成的。眼睛是不是动了一下？我们中国选手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塞动力组的机会的。眼看着这2个球变成一只大青蛙，眼神追着鱼竿上的蚯蚓跑，越是小的人物越难搭。这2个小孩的技术含量不用我多夸了吧？机械和造型双强的作品，不知道为啥一眼就能看出是中国选手出品的。能动起来绝不闲着的还有一组。小时候和快乐有关的记忆，除了踢球，应该就是打游戏了。他们给画框直接做成了街机游戏，不知道算不算跑题，但这真的是我在乐高大师里看过做的最好的一次强迫透视了。投入硬币，启动机器，摇杆遥控人物接球，一下梦回到那个因为一部动画学校足球社团被挤爆的年代。本来以为开头的小丑是诡异天花板了，确实是我见书学浅了。刚想说晚上噩梦素材有了，但选手一通解释之下，直接给利益来了一个大升华。他们想表达，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快乐的，一些反抗和阴暗的角落也值得拿到阳光下讲述。顾不了长，点个小红心代替吧。在画框里套娃的，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组在画框里又设计出了一本童年的漫画书，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双重3D 了属于是。这组作品复原了小时候骑的木马，中间是和小伙伴扮演国王游戏时的幻想场景，色彩配比和空间布局看着就是一个舒适。这个机械部分只有中国人才能知道灵感来源，超市门口1块钱就能摇明白。爸爸要什么？你说话小点声，怕把作品震下来。节目组500万块乐高砖都买了，那肯定要玩点离谱的。这题目视力不好还真不容易发现，一颗用细钢丝吊在空中的乐高砖，这是要搭个国宝吗？看了一会儿，终于揭秘出是空中滑板。悬空搭建对模型的平衡和重量把控要求很高，
这个飘带的曲线仿佛滑板真的悬浮在空中一样。这个模型的难度不知道玩乐高的各位能看出多少，感觉后方选手很难超越啊。这看着像是个吊扇，还有人头，难道是我小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破案了，其实是小偷偷了名画，藏在美术馆的大吊灯上。这颗头刚好踩着倒计时的声音掉了下来，只剩下半截身子挂在吊灯上。完了 ，BBQ 了！10个小时的努力真的要归零了吗？要是不出意外，以这个作品的质量，说不定可以冲冲冠军。吊灯不光细致，还有着接触不良的闪烁效果，戏剧性出场的老鼠、小偷人脸的砖块运用也恰到好处。还好选手机智地学习了国产恐怖片的套路，将一切解释成了一场噩梦，硬是将这个抛头露面的事故圆成了故事。进片场的第一眼就被这只老鹰的造型惊艳到了，嘴部、钩爪、肌肉线条都处理得很完美。他们做的是雷雨天老鹰抓捕信鸽的对峙场景，可惜搭建功力都用在老鹰身上了。顶上这个板不说，真看不出是乌云。这组小哥执着于做外星故事，他们把前几期的作品串在了一起，做一个外星生物来地球窃取人类的文明和艺术的故事。但过程中出了乌龙，导致3个主角的飞船燃烧了起来，整体感觉没有他们以往的作品厉害啊。期待小哥后面的表现，从运动骨架就能猜得到，这一组做的是只大海龟。这是一个热心潜水员解救被困海龟的故事。不过这些海草看着有点眼熟呢。爱人在人世表示强烈谴责。海龟作为全场唯一使用动力组的作品，我先来压一个冠军。还有滑板那组也算上。乍一看一堆武林秘籍，我还以为走错片场了，原来这一期是要用乐高还原中国神话。看造型猜故事，爷爷再配上这葫芦，难道是？其实是神农尝百草，中间的履带传动代表了河流带来花果草药，尝过的百草顺着河流造福百姓。不过神农这动作怎么感觉有点眼熟？他们还为药神配了一个中药柜，瞬间有神医那味儿了。这些条条框框和履带也太难猜了，哪个神话故事里有这玩意儿？看到这拉弓射箭的青年，原来是后羿射羿。你注意到没？后羿这里还有一个拉弓瞄准的小动作，天上9个太阳一个个被射落，只剩下最后一颗。没了烈日，土地也恢复了生机。凭咱们中国人的节俭精神，9个太阳也不能浪费，落在地上化成自然元素，供给天地。这组拿到的是精卫填海，小哥研究了老半天机械，终于把精卫的精髓给做出来了。明月悬在空中，海面巨浪翻滚，精卫在海上奋力地挥动翅膀，背后的山体也在缓缓上升。这场景很有动画的味道，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教科书都帮我们刻 DNA 上了。这红衣服红裤子的热闹场面，像极了上学时集体扫大街场景。愚公移走了山，解放了山门后一直被囚禁的龙，可能被压得营养不良，龙的体型看上去有点短小。你猜这像艺术雕像一样的作品是啥？这壮士健硕的肌肉，简单几个颗粒就表现出来了。盘古劈开了混沌，阳气上升变成了天，阴气落下变成了地。顶天立地的盘古，双脚正在化为山川，他的左眼孕育成太阳，右眼化作了月亮，从此日月开始了交替。他的呼吸生成了云彩，经脉和血液诞生了江河湖海。底座寓意着天圆地方，月亮上的是月兔，太阳上是3足金乌。这些细节还真只有中国人才能懂，拿个冠军不过分吧？在这4座悬崖上，只靠这些小颗粒固定，真的能拼出长达2米的模型吗？比赛主题是无限风光，又有悬崖，小哥直接瞄准了武侠。这还是我第一次在乐高里感受到红绿配色的美。一把大剑插进山体，这造型确实帅到我了。上古神剑被插进了山峰里，有人能够打败神剑的守护者，通过试炼就可以拔出这把剑，大神剑就会将能量赋予给他。但神剑虽然做了悬臂的支撑，让他们前端的承重更稳，但也一刀劈歪了模型的角度。这么长一串过山车轨道，刚想说悬崖过山车应该挺刺激，原来只是桥的支柱。这是一座剑圣大师的山庄，门前也插着一把宝剑。来求学的弟子先要放弃自己先前所学，然后在门下苦练。修炼完成后，即可拿到炼丹炉里的丹药，用气冲破这个位置才能进阶修行。整个模型长度更是达到了2.33米，比我还高出45厘米。这边是一座古堡改造的玩具工厂，精灵忙碌着为孩子们准备礼物，但因为效益不好，玩具厂开发了参观项目，用飞机和机器人接待，带着孩子们进来参观。花束是用人仔帽子做成的，玩具的生产线是本场比赛唯一的机械部分。延长模型最好的办法是做桥，牛郎织女的年度会面就在这座鹊桥上。即将回到人间的方头仔牛郎不舍得看向身后的织女，织女站在琼楼玉宇前，背后宫殿的配色和细节也堪称一绝。侧面的七彩祥云繁而不乱，鹊桥上的喜鹊也做得极其浪漫。
果然咱们中国选手在古典题材上个个都是大师，已经忍不住想看他们下一期总决赛的作品了。经历了2个多月，中国版 LOGO 大师的选手们终于卷到总决赛了。这期来回顾下3强选手的作品。首先是大吉组合，他俩是一个擅长颗粒建筑，一个擅长科技机械的王炸组合。节目里看出来他们是很享受比赛和挑战的，不断修改直到最后1秒，所以经常看他们踩着倒计时完成比赛。如果让我回忆一个整季印象最深刻的作品，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有小金砖认证的玉兔。比赛一共14个小时，做这只兔子花了7个小时，抓只活的可能都用不上，但从最终成品来看是相当值得的。玉兔手臂是和月饼流水线的履带传动相连接，用同一个电机驱动起来的，难度上远没有看起来那么轻松。月宫的建筑细节看出他们很擅长做国风审美的模型。大吉组合第2次完美发挥是画框那集，他们复刻了一颗时代的眼泪街机游戏，这个强迫透视的水准称得上历届作品中的天花板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机械部分没有用遥控器，而是摇杆本身驱动，代入感直接拉满。唯一的遗憾是作品掩盖了题目本身，给画框撤走好像也没啥影响。第8集中的盘古刷新了模型信息量的记录，盘古一斧子劈开混沌，阴阳之气分别形成了天和地。盘古死后，双脚化成了山川，左眼孕育成了太阳，右眼化作了月亮，经络血液流成了江河湖海。想用颗粒塑造出抽象的混沌，虚实结合的意境，需要强大的审美支撑。这座盘古开天是绝对的艺术品。第9集又到了他们的主场，憋了好几期，终于可以做国风建筑了。悬崖插件的造型是整个作品的精髓，这个连接处咬得相当稳，负责科技的小哥发力到位啊。另一位建筑大佬也是用了一个大胆却没有违和感的配色做4关。这种互补型的选手放进自由发挥的总决赛里，不知道能诞生什么样的神作，太期待他们周5的作品了。3强中的第2组是搬砖兄弟，兄弟俩原本想着每比一场就设计一套队服，看看最终能走到第几场，结果居然比到了总决赛。他们也是经常以这种细节和创意取胜。第1集我们去到片场，台上最显眼的就是这个月宫站，他们用岩浆底板做了一个有着熔岩蹦极和火山烤鸡项目的风景区，创意上直接顶格。然后在第6集的画框里，接着修了一把机械，青蛙眼球和舌头，小孩手里的鱼竿，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动的部分。人物的造型也是用最少的零件表达出最多的情绪。后面这个空中滑板就更厉害，他们选择了之前没有尝试的大型人物，腰部是用科技件做连接，然后再贴片装饰，围巾飘动的曲线真正的将作品定格在了空中。空中做大模型，平衡是最难处理的，滑板的倾斜角度恰到好处。历届悬空主题上，我愿称之为最强。第9期精卫填海也是他们本季的一个代表作，切片式的海浪的形式和动态感很像以前的皮影戏，巨浪的呼啸和背景水墨风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动静对比，审美非常高级。半决赛悬崖主题，他们选择了武侠题材，红蓝配色的4关建筑，两边是用了孙悟空机甲的不斗篷零件，下面用人仔讲述了一个练武的故事，前面的桥采用了横架结构，让延伸部分更长更稳，最后更是以2.33米的模型长度拿下冠军，直通总决赛。搬砖兄弟所有作品捋下来，从创意到技术，造型到机械，基本没有偏科的部分，技能点都点满了，只要总决赛稳定发挥，争夺冠军非常有希望。3强中的最后一组是筑梦队，应该叫施工队，他们的搭建速度和国内基建一脉相承，提前个把小时完成都是常有的事儿。老哥搭得快就算了，还倒数6打拉仇恨。第1集的赛博中国城可能是全场零件运用最丰富的作品，科技和颗粒件从建筑到故事都用了个遍。他们喜欢做人仔比例，也善于用人仔讲故事，但从这集后他们真的把自己搞成了施工队。经历了评委的提醒，后面俩老哥逐渐找到了感觉，开始突破自己。第6集的画框里，他们将儿时扮演国王游戏时的幻想场景复原了出来，配色明亮活泼，看着就像玩具店里出售的成品。悬挂主题他们做的是潜水员救助海龟的故事，历届的悬挂主题里几乎没有放电机的，老哥仗着手速快，竟然让海龟游动了起来。他们在里面增加了齿轮减速电机，让海龟的脚蹼缓慢运动，背上的海草是用多个人仔腿拆成的，毫无疑问的满分作品。最后也是拿下了冠军。悬崖主题里，他们选择了鹊桥的故事，将人物巧妙地处理成了方头仔形象，色彩明亮的七彩祥云放在侧面，既填充装饰又不会喧宾夺主。喜鹊是由翅膀零件和几个黑白小颗粒组成，简单巧妙地落在鹊桥上，后面的国风建筑对他们来说更是手到擒来，从头至尾几乎完美的一个作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搭建和试错速度都极快，能够充分给创意让路，这在总决赛中是非常难得的优势。一想到马上就要将这3组选手放进同一场总决赛里，这悬念也太强了。这场神仙打架里，到底哪组能拿下乐高大师的头衔呢？
24个小时听起来很久，但在乐高的世界里，只是一场总决赛。我们来到现场看到总决赛作品的时候，发现竟然全是机械作品。中国玩家真是无形中又抬高了乐高大师的难度。现在就来挨个作品感受下。第一组的设计可以说是历届巧妙之最了。这3个小机器人通过推拉和摇臂组装模块，最后竟然拼成了一个乐高大师的 logo。每个部分都是精心设计的。小丑是致敬第6期福乐双宝的作品，做的也太可爱了点，能不能众筹量产一下？小黄鸭代表了世界上的第1款乐高产品，一个木质脱线鸭子，也叫木头鸭子。奖杯代表了今天的梦想。下面的8个机器人按照8组参赛选手来做的，他们将选手的不同特征都用小颗粒复原了出来。后面的背景是整个演播厅，背景镶嵌了很多灯饰件。作品里融入的除了技术，还有情感。这一组 Ctrl CV 出了很多只小企鹅，小哥又研究了好几个小时的浪形机械，看看都给孩子逼成啥样了。但我们到达内场时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机械作品，他们的作品叫流浪乐团。这支外星乐团因为家乡的冰川融化而来到了地球的南北2极，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企鹅和北极熊，于是乐团在地球办了一场公益演出。北极熊在敲架子鼓，小企鹅充当氛围组，音响前的音符还会震动，顶部是呼吁环保的标志。企鹅队长的火车拉着的是3个警示标语：种树、节约用水和用电。台下的企鹅在给大家科普知识。这一组调动了所有能动的部分，虽然看起来只是单纯的摇晃，但实际上这些机械传动背后藏着很多巧思，更是需要多次试错才能呈现得如此流畅。15个小时里，我亲眼见证了这条龙王的诞生。最后一组选择的是古典神话加科幻。人类拿到定海神针后，科技飞速发展，欲望越来越膨胀，直到想要控制自然。直到被自然反噬时，人们才终于醒悟，放弃了这份强大的力量，向龙宫归还了定海神针。盘龙柱上的龙王摆动着头，试探地看着神针。龙能够稳稳地盘在柱子上，完全是大师水平的科技界运用。而且龙头自然的摆动时，嘴还能够上下张合，能将动物做出互动感的作品太稀有了。龙宫的汉字拼出了笔墨的线条感，背后的龙宫配色和构图完全是总决赛水准，比起现场看，隔着屏幕少了3分震撼。你们自行脑补实物有多强了。制作中国版乐高大师的奖杯是参照我们上古神器神农鼎来制作的。最后来公布本季乐高大师的冠军得主，恭喜大吉组合2位乐高大师的封神之作龙宫实至名归。这种力量的声音啊！
中国版乐高大师除了3强以外，还有一组也出了不少神作，甚至在画框那集里被称为乐高大师历届最强作品。其中一位小哥来自宝岛台湾，他们组合名也叫很有台湾味的福乐双宝。他们第一次暴露实力是在第2集的另一半主题，小哥俩拿到了半个火锅，将火锅代表的团圆在另一半具象化了出来，顶部复原了锅的轮廓，侧面是作品的名字。好像捏脸对中国选手来说都很简单。这一家人围坐在午夜饭前，其乐融融，桌上还有一个迷你小火锅，他们把机械放在了一个完全猜不到的位置锅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把乐高玩出声音的。他们接下来的一集创意更溜，在爆破主题这集，他们设计了一个加班怪，加班怪身上绑满了被996夺走色彩的打工人，表上的数字确实是老2次元了。怪兽身体里内置了代表快乐的能量球，但可惜结局惨烈，快乐球做的太结实了，没炸开，代表工作的文件袋更是坚如磐石。悬空主题里，他们做了一个美术馆的大吊灯，他们的一大优点就是模型向来自己会说话，不需要小作文就能看懂。小偷在美术馆盗窃了名画，藏在了天花板上的大吊灯上。然而每次比赛倒计时，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赶在评委来评价前快马加鞭了一个新故事。小偷看到老鼠后吓到头掉，但其实一切都是一场噩梦。接下来就是福乐双宝在这季的封神之作小丑。画框这一期，他们设计了一个小丑从盒子里跳出来的瞬间。小丑左右两边的身体，无论是色彩还是零件妙用，都完全不相同。手指是用了人仔头盔才能这么圆润。小丑的头部里做了机械控制眼部的闪动，在画框主题里已经是顶格水准了。这个小丑也再次让我们对他们的搭建水平有了新的认知。可惜他们在第9集被卷死在了国风模型里，没能进入总决赛，只能期待他们后面更多的 MOC 作品。